中国人有大量的基本的这个意识形态、基本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是列宁主义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误认为是中国的，这个其实也就很麻烦。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已经朝着威权主义的方向退化，已经走了好几步了，后来又返回来了。你说你把这个红二代全给弄死了，这个你就违反了红二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你违反他的这个利益了嘛，对吧？在疫情期间，许多的小区就是可以组织起来抗拒过度的测核酸，这就是公民社会，这就是公民集体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政府是谁？政府是我们养的。您把制度整个讲清楚了，制度基因就非常清楚了。对，其实就是形容这个制度下面这3件最基本的状态和条件下面的这个状态。对。而这个社会的这些状态涉及到人权、产权、政治的决定力量的，对，这些东西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状态。对，你看，在这个民主社会里。在政治学里，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里，人们并不简单的使用权利这个词。就是所以呢，当人们讨论到政治决定权的时候，这个通常的用语叫做集体决定权问题，集体决定问题。讲的是集体，什么意思呢？集体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里，每个人有自己的产权。每个人做自己的决定，所有的个人的事儿，所有的家庭的事儿，都是你完全彻底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无关别人，别人不可以干预的。但是跨越了个人，跨越了家庭之后，一定还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社区的问题，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城市的问题，一个镇子的问题，城市的问题，大到了一个国家的问题，那就是集体的问题。所以集体的问题怎么决策？既然权力都在个人手里，那么我们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大伙儿的那件事儿怎么办？比如说我们前面这条路是叫私人路，所谓私人路其实是我们好多家联合的，我们怎么办？这就是集体决策问题。这个如果这个路是这个城市的，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实际上城市也是集体的，因为这个城市是我们集体交税养的。就是他这个基本观念，他为什么把政府的收入叫做纳税人的钱？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政府是谁？政府是我们养的，是我们出钱养的，所以呢，政府它的决策实际上是我们做的。我们怎么做？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议员，我们通过我们的选票，是用这个办法。所以最终那些人其实是为我们做事儿的。只不过呢，当这个集体决策的问题规模变得足够大了以后，它实际上单纯靠这个政客做不了了。就我们直接选的这些人，其实他是没有这样足够的能力，所以呢，他就还要建立一些专门机构，这个就把它叫官僚机构。那么就产生出来了官僚机构，那官僚机构就有了官僚机构自己的权利了。就是一旦你建立了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就产生了自己的权利，但是官僚机构的权利实际上是和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是可以有冲突的。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权利是 power 还是 rights？ 对，因为你反复讲的这个，我听了半天，其实是权利和权利的关系。对，这是汉语的毛病，就是汉语呢，这个什么是 rights， 什么是 power？这个用就是声音分不出，字能分出。所以您刚才在说的这个很少谈集体权利，谈的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集体的 rights 这件事情的。它是这样，还是说没有集体的 power？ 当我们讲政治权利的时候，指的是 political power。Right。当我们讲 individual 的时候呢，
讲的是 rights。对对，是我们原本天生就有的东西。是的，而 power 不是天生就有的。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就特别清楚。就当涉及个人的时候，对对，这个是权利，是利益的利，是吧？嗯，就是说这些利益是我天生应该拥有，对，而且我实际拥有，对，因为我实际拥有，对，我就有了 power， 我就有了力量。对，为什么我们强调公民社会？对，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公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 rights， 都有自己的，然后我们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合在一起解决我们的集体问题，形成一种对力量。我们集体合在一起，那个就变成了 power。所以这个公民就是普通人，怎么能形成我们的这个政治的力量、权利？形成政治权利，实际上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靠选票和选议员，就是选票可以是就是以这个公决的方式决定政策，就是用公决的方式直接决定政策。另一个方式间接就是选议员，议员替我们去做。那么其实这只是你的 power 的一个方面。你的 power 的另一面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包括了这个工会啊、妇女组织啊、学生的组织啊、这个社区的组织啊，然后我们的社区的集体的问题，我们集体形成了一个力量。比如说，这个某个大公司要在我们这儿打井，要这个开矿，我们这个社区认为它要损害我们利益，我们这个社区就合在一块儿，就变成了政治上就有我们的力量了。我们的力量就可以来反对它。那么很多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件事儿好像很小，好像这个不足为道，这只是他们的局部的事儿。但实际上，这就是民主宪政的基础，就是有没有这就是民主宪政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到中国的现状的时候，很多人对中国非常的悲观的，但是中国也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悲观。比如说，在疫情期间，许多的小区就是可以组织起来抗拒过度的测核酸，这就是公民社会，这就是公民集体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那么这样子的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必须的那一步，就是它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就是公民要有能力组织起来，就是社区能组织，学生能自己组织，工人能自己组织，妇女能自己组织，任何的公民的团体，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能自己组织，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变成民主宪政。是这些在先，而不是民主宪政在先。没有这些，民主宪政永远不会实现。这就走到关键两个问题了。您的这本《制度基因》的这本书的副标题谈的是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对。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制度，讲了制度基因，现在再来看为什么这个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的制度，或者研究中国的极权主义这么重要。这是一个我知道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刚才您反复说，其实我都在想中国现在的具体的问题。您在开始之前要问一句也是很当下的，因为我知道您天天的接受媒体采访，其实很多人都在让您一方面解释现在，但是其实所有人都想让您做预测，都想问您，如果你现在说中国是个极权主义社会，然后极权的基因又是这么清晰的存在着，那么是不是就是说中国现在就是绝望了，永远到不了民主宪政？还是说其实您是想看清楚了这些制度基因，我们就知道如果要到民主宪政需要有哪些条件？对，这个是实际上目的是为了分析这个社会是怎么演变的，分析社会演变的条件。那么当我们讨论到这个像中国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它怎么能够演变成为这个民主宪政的制度？那么我们首先要分析清楚，就是要演变成为民主宪政制度需要的制度基因是什么？那么它需要的制度基因呢，最起码就是作为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它的必要条件
就是需要有这个广泛存在的这个私有产权和广泛存在的这个公民社会。当然呢，这些东西呢，我现在讲的是建设这个民主宪政的社会，我现在讲的不是从极权主义变威权主义，是两回事儿。就是极权主义变威权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极权主义垮台，它垮台了，它能不能变成民主宪政，必须要有刚才说的这些条件，这个没有是一定变不成的。比如说最好的例子就俄国和白俄罗斯，就是这是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国跟白俄罗斯，为什么这个前苏联解体之后，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现在都是民主宪政？然后波罗的海三国不但是民主宪政，现在都是发达国家，经济上都是发达国家。而这些没有变成民主宪政的，没有一个能变成发达国家的。这个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波罗的海国家它的制度基因和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原本制度基因是不一样的。就是波罗的海国家过去呢，如果我们历史上往前追，早在这个中世纪的末期啊、后期啊，就是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啊，就曾经有过就是这个叫做这个波兰那个立陶宛联邦共和国，就是有不同的名字，但是大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联邦，他们是个联邦共和国。联邦不是共和国，叫波兰立陶宛这个联邦。我为什么提这个？这就很重要，这是制度基因的重要部分。就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呢，是当时这个波兰这个领土很大，所以那个就是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相当一部分，现在如今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相当一部分甚至全部。和相当一部分的乌克兰和相当一部分的，就是其实都在这个里头，都是这个版图里的。然后我们就要关心当时的这个波兰立陶宛这个联邦是怎么运作的。议会制。它这个议会制呢，不是今天的现代的宪政制度，但是呢，它的制度基因很重要。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是这个某种意义上的君主制。但是它的君主制，它是精英宪政制。精英的宪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存在世袭的国王。它的王是贵族集体选的，是投票的，然后议会运作的，是议会的权力是最大的。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就是制度基因呢。就是他那个地方的人老早好几百年前，他就认为我的统治是靠议会的，我的统治是靠投票的，所以你不给我这么弄，我就不同意，我就反对。所以他们骨子里，他们的历史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社会共识，这就是社会共识，就是说至少社会精英早就认为我们的统治是没有人可以世袭统治我们的，是这个统治的人是我们选出来的。就是至少我选的那人得聪明，然后至少这人选的这人得照顾我们的利益。就虽然不是所有人的利益，但是至少社会精英的利益你都得照顾到，而不是你自个儿的，对不对？你说你把这个红二代全给弄死了，这个你就违反了红二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你违反他的这个利益了嘛，对吧？你不能违反这么多人的利益啊，连这红二代利益都违反了，对吧？那就是他们这个立陶宛，这个波兰立陶宛人这个古代的时候就不能违反，对吧？这就是制度基因。然后他就是在他后来的发展的过程中，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民主宪政的这些制度基因，在他们这些地方早都是有相当的发展，就是这个历史上都是能追到的。然后他被强迫并入苏联相当晚，所以呢，这个就是决定性的。给你倒点水。所以你在这样的制度基因下呢，就是它这个全社会
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社会共识，要建宪政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没有人是强人，就像普京这样的人，你在波兰，你在立陶宛，你在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没有人们不会承认什么人是强人可以这样统治我们的。但是俄国不同，就是俄国这个他的这个，就刚才我在强调，就是他的这个没有这个制度基因呢，所以呢，他共产党可以垮，共产党垮了以后，他建的是个威权主义制度，就是他不是个，他还是走不到民主。对他不是个，所以当我们讲中国的时候呢，就是中国就是说集权主义制度会不会垮？垮了以后变威权主义制度，这个是相对容易的，就是比如说发生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或者是某个什么开明的人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之所以讲这个不是最难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集权主义制度呢，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但是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很弱了。对，那么中国现在留下来能够维持集权主义制度呢，第一呢是靠的这个是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呢，我指的就是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那个部分，而是共产党的那个部分，就是列宁主义里关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现在中国人有大量的基本的这个意识形态、基本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是列宁主义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误认为是中国的，这个其实也就很麻烦，因为在这个意识形态下，你会维持集权主义制度，因为这个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集权主义的。但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具体例子之一，比如说，无产阶级原则不用说了，尊重这个，比如说一个民主集中制啊，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概念，这真不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是外来的东西。然后这个党领导一切，这是集权主义概念，这都是列宁发明的东西。然后这个党不允许存在，这个内部不允许存在派。党不允许存在别的党，这都是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意识形态，这不是单纯的，这个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党。因为这个任何的，就是在政治学里讲的政党都不是这样的，就是只有列宁主义党是这样的，然后法西斯党是这样的，纳粹党是这样的，然后所有的政党都不是这样，哪怕是威权主义的，比如说，即便今天的俄国也不存在一个集权主义党，俄国好几个党都存在，就是他可以用这个特务暗杀的办法去损害别人，可以把这个什么人给抓监狱里去，但是那些党都是合法存在的，还是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他有党，对，他有出版物，对，他有生意，对，所以他不是集权主义制度。但是你在集权主义统治下，他党内都不允许有派。对吧？你们红二代想合在一块儿，想商量商量事儿，那你就已经有反党了呀，你就反党集团了呀。对，他今天不用这词儿了，他用反腐败的法儿把你全整了。这个就是这个集权主义党的特点嘛，对不对？这个，然后你这个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党，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预算的。然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你们的领导人是谁，中国共产党决定你们的这个预算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集权主义的运作方式。因为你那些党都不是党啊，因为你一个党只有竞争是为了权力竞争才是党，这个党跟权力无关就不是党。所以而且你这个党根本这个连领导人都是中共决定的，比如预算中共决定的，你当然就不是党，你就是共产党的这个附属物嘛。这个，所以这就是集权主义制度。所以呢，你这个刚才我说，这个中国呢，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比较弱了。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弱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不利于集权主义统治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它这个集权主义统治延续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呢，就是它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给转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危险是很大的。很大的。然后这个他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后，这个极权主义是能延续的，而且还会很强，这就很危险。但是呢，如果他的民族主义没有足够的强，无法取代衰弱了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这样子的极权主义统治就比较容易就是腐败。我这个腐败不是中国那个反腐败那个腐败，我这个腐败是指的这个制度的退化。就是这个制度的退化呢，它就会不再像极权主义那么的强硬，极权主义那么的完整，它就会朝着威权主义退化。那么实际上呢，在这10年前，我曾经10多年前我发明了一个概念，称中国的制度为威权主义制度，我把它叫做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原因呢，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已经朝着威权主义的方向退化，已经走了好几步了，后来又返回来了。就是这个退化仍然还可以再产生。由于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私有企业，由于中国已经存在了很多的公民社会，由于中国也曾经有过了相对有限的一些个多元的想法思想，那么这个其实是已经朝着威权主义退化了。就如果它朝着威权主义退化了，那么后边当这个公民社会继续发展，当这个私有产权继续发展，那么就为中国从威权主义制度转变成民主宪政就奠定了条件。